这是一部真正有鬼的国产恐怖电影，取材于台湾省四大凶地之首的民雄鬼屋，并且由嘉义县当地真实事件改编而成。故事可能有点吓人，胆小的朋友千万不要独自观看。小琪是位大学生，因为父母离异，从小就跟着母亲和外婆一起生活。今天刚好是外公的忌日，母亲阿英便让他一起去祭拜，但刚好和男友阿伟有个约会，听着母亲的唠叨，很不情愿地答应了。在去墓地的路上，小琪还在用手机和阿伟聊天，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，可明明地上什么都没有。外婆怒斥小琪在墓地不守规矩，会撞煞的，小琪却不以为然。可到了墓地，怪事发生了，母亲和外婆虔诚祭拜时，小琪却面无表情地往身后走去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。离开墓地后，小琪来到一处挂满符纸的树林，在一处神坛前，小琪停下了。里面竟然摆放了一个同样用符纸镇压的骨灰坛。等母亲和外婆发现小琪消失后，两人焦急地到处寻找，但没有人看见小琪。而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小琪已经回到了家中。他双眼泛白，拿了一把菜刀朝着楼上走去，用刀劈开了外婆拿铁链锁住的3楼，接着走到一处被符纸封印的房前。进入房间后，小琪在床底找到了一个同样贴满符咒的罐子，然后举过头顶，狠狠地砸向了地板。午夜时分，找了一天小琪的母亲和外婆坐着警车回到了家。外婆一进屋就发现3楼的封印被人打开，她觉得小琪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于是不顾女儿的劝阻，冒着大雨去找法师帮忙。留下来的阿英猜想女儿是不是藏哪个角落。下雨天加上停电，整个房子漆黑一片。阿英壮着胆子往楼上走去，来到那个被刀劈开的房间，在地上发现了小琪摔烂的瓦罐。就在这时，阿英心里有点发毛，可怪是接二连三，她发现前面的镜子上出现了几个血红大字。阿英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想看清上面的字，可还没等她看清楚，自己的头发突然飘了起来。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旁边的衣服又自己动了起来。阿英想要逃出去，可房门却打不开，无奈之下只好躲进了衣柜里。惊魂未定的她顺着衣柜门缝想看看外面的情况。来人正是小琪的男友阿伟，因为小琪一天都没有回他短信，所以才赶了过来。两人白天在游泳的时候就发生了件怪事。小琪莫名地沉入水中，阿伟去救他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只阿飘拉住了小琪的腿，差点让他溺水而亡。我觉得小琪可能有麻烦了。就在他刚说完，旁边的镜子突然炸开，更诡异的是，镜子里面传来小琪的哭泣声。阿伟伸手去摸，发现竟然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，于是两人壮着胆子爬了进去。顺着声音，两人透过窗户看见小琪正朝着井口走去。只是这样是剩我一个人，你们全部都会平安。阿英急忙冲了下去想救小琪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等他刚想起身，一双漆黑的手死死拽住了他。幸亏阿伟及时赶到，救下了阿英。两人急忙跑回了屋里。突然楼上传来弹奏钢琴的声音，顺着声音寻找，在一处房间里发现了小琪。可小琪突然拿起剪刀要自我了断，阿英上前阻止，而有阴阳眼的阿伟却大声喊道：我是小琪。这里的一切太诡异了，两人想穿过镜子回去，但却毫无反应。另一边，外婆终于找来了法师。当初这是你做的电话嘞，现在要安怎？原来这里的阵法是他当年布置的。他告诉外婆肯定是那个女人回来了，随后将女人的照片放在地上，要外婆用天尊令牌拍打。此时镜子中的世界发生了剧烈震动，没过多久，法师察觉到了一股阴风袭来，接着小琪如同丧尸般爬了过来。法师让外婆继续拍打照片，附身在小琪身上的鬼魂被逼了出来。随着外婆不停地拍打照片，另一边镜子中的世界开始破碎。阿伟抓住机会钻了出来，而阿英却晚了一步留在了里面。阿伟回到现实后，把昏迷不醒的小琪抱到了楼下，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那只鬼还在房间里。他一把掐住了外婆的脖子，幸好法师及时出手逼退了女鬼。这是什么妖魔鬼怪啦？这是恁查某囝回来报仇啊！就在两人话音刚落，
几滴黑血滴在了外婆的头上。无头女鬼飞身而下，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，接着女鬼附身到了她的身上。是彻底害怕了，连滚带爬的往外面逃去。被女鬼附身的外婆捡起菜刀追了上去。处理完法事后，外婆又将菜刀架在阿伟的脖子上，但女鬼并没有伤害他，而是将他带到了后院，以外婆的性命做要挟，让阿伟去井里取一样东西。阿伟在井底果然挖到一个被封印的瓦罐，打开后却下了一身冷汗，竟然是女鬼生前的头颅。此时一段30年前的画面出现在阿伟脑海，原来老太太有3个孩子，1个儿子，2个女儿。阿英和小美是对双胞胎，但老太太非常重男轻女，2个女儿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打骂。有一天下大雨，哥哥为了帮妹妹大英捡凉鞋，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。阿英害怕母亲怪罪，竟然将此事嫁祸给了妹妹小美身上。刚才你叫哥去帮你捡鞋的。母亲觉得小美是个瘟神，从那以后，老太太对小美心生怨恨，处处刁难她，而小美也患上了抑郁症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不久后，小美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经常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。母亲觉得小美中了邪，请了2位法师前来驱邪，谁知这2位法师却是人面兽心，将小美糟蹋了。事后，小美不甘受辱，来到自家的后院，选择了投井自尽。由于害怕遭到报复，法师欺骗老太太小美生前怨气太重，必须要将其封印起来才行，所以小美的头颅、身体和衣物被封印在3个地方。姐姐阿英知道后和母亲大吵了一架，但母亲为了推卸责任，竟然说是阿英害死了妹妹，一不小心掉进了井中摔死了。由于放心不下刚出生的女儿小琪，阿英变成了鬼魂，一直守在小琪身边。所以从电影一开始，阿英就是鬼魂的存在。其实扫墓的时候只有小琪和外婆，寻找小琪时候也只有外婆一个人。而阿伟能看见小琪的妈妈是因为有阴阳眼，所以当时并没怀疑小琪妈妈是鬼魂。所谓因果循环，法师遭到了报应，老太太也将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事后小琪重新帮母亲和小姨办了一场葬礼，本以为电影到此就结束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来了个惊天大反转。原来这栋房子里还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恶灵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杰作。阿伟和小琪在监狱看望外婆的时候，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。多年以前，老太太的丈夫是名门望族，就在她刚生下小女儿的时候，丈夫却和家中女仆勾搭在一起。有一天刚好被她发现，老太太恼羞成怒，竟然找人将其推入井中活活淹死。而她丈夫为了家族名声没有去阻止，从此这家人就遭到了女佣死后的报复。她首先控制了老太太的丈夫，在后院开枪自杀，随后在大儿子捡凉鞋的时候将他拖进水中淹死，接着让二女儿小美让她精神失常，导致被法师侵犯，投井自尽。最后是阿英摔入枯井而死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女佣前来索命，而老太太一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，或许是最残忍的惩罚。最后小琪搬离了这栋古宅，而女佣又重新回到了那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